大家好，欢迎来到真朋友真相栏目。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这个蔡国强和这个始祖鸟在青藏高原炸山的背后的故事啊。我们来看这个升龙烟花秀的争议啊全记录。那么事件发生的地点与争议的起点呢，是在于2025年的9月19日傍晚。在知名的户外品牌始祖鸟的赞助下啊，这个当代的艺术家蔡国强合作在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热龙地区的喜马拉雅山脉举行了一场大型烟花秀，项目名为升龙，海拔地点呢大约达到了这个5500米啊，那么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的生态区。现场的这个视频显示啊，装置布置在一条狭长的山脊上。燃放时呢，彩色的烟雾顺着山脊盘旋而上，宛如一条腾空的巨龙。整个烟火表演大约持续了10分钟啊，场面还是比较壮观的。我也看了那个视频啊。那么主办方声称呢，采用的烟花是经过北京冬奥会测试的生物可降解材料，并且提前迁移了这个牲畜，用岩砖引导野生动物避开燃放区域。那试图展示用艺术致敬自然的主题。然而呢，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啊，在社交平台迅速的引发了舆论风暴。西藏日喀则市的这个当地的政府啊，随后啊，因为这个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派出了这个调查组前往现场调查。事件焦点集中在高原环境的脆弱性与艺术行为之间的冲突。烟花中含有的化学成分、烟尘和噪音是否会破坏高山的生态？动物是否真的能用岩砖就简单的引导离开呢？如此脆弱的生态系统能否承受这种大型的爆破行为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蔡国强与始祖鸟的这个背景啊。蔡国强的艺术路径呢是蔡国强出生于1957年啊，出生在福建泉州，早年呢接受过舞台设计的训练，后赴日本筑波大学深造。那么这个是根据他官网的信息啊。他以使用火药、烟花进行艺术创作而闻名，作品呢常融合东方哲学与社会的议题，构建与宇宙对话的意象。他曾经担任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烟花的总监，这显示出了其实是他与中国官方的深切的关系。这次呢，要不是这个舆情大范围引爆他在现场曾经说过一句很傲慢的话说在青藏高原爆破，这实现了我青年时的梦想。恐怕呢，这句话如果不是舆情和压力，就真的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这个豪言了啊。那么爆破艺术是蔡国强的重要的标签，比如2015年的这个天梯在泉州海边用巨型烟花勾勒出一条通天之路纪录片《天空梯子》因此而闻名这个片子我也看过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始祖鸟Arc'teryx， 那么它是这个1990年前后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创立的，主打的是高端的户外装备。那么它在2019年呢被中国的安踏体育收购了。作为高端的户外品牌始祖鸟宣称重视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它在官网专门设置了可持续发展栏目那么近年来呢，这该品牌呢推出的是没有添加这个 PFAS 的这个防水材料，宣传的都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然而呢，这个和蔡国强合作这个升龙烟花秀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污点使其绿色的形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然呢，被中国公司收购这些外国品牌基本上很快就会被安插大量的中国高管所谓指导工作，那不被带歪才怪呢都会充满了一股所谓老中味儿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升龙烟花秀的细节。这场名为升龙的烟花秀呢，是以喜马拉雅山脊为画布，数千个烟花装置按照龙的这个形状排列燃放，呈现了3波的彩烟，意为这个龙在山间升腾。蔡国强在现场介绍作品时称此作品致敬东方龙文化表达生命不断向上的寓意。但是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傲慢的态度因为藏区对吧，藏人他恐怕没有觉得龙是什么很有象征意义
或者很有意义的东西啊。那龙更多的是象征的汉族的这个文化，大汉族主义的这种象征。那么在青藏高原啊，藏族人的地方，然后搞这种龙图腾文化，其实也是体现了很强的这种大汉民族主义，然后傲慢的态度啊。那么主办方呢，他提前发布了声明，声称所有的烟花粉末全部为可降解材料，并制定了生态保护计划啊。他们说将牧民的牛羊提前迁往安全区域，用岩砖啊引导野生动物离开，并遵循了生态保护的要求。那么他们还强调呢，彩色的烟雾材料已经通过国际奥委会等多国环境检测，噪音与光污染低于夜间的这种普通的烟花的水平啊。但是这些宣传呢，在科学家和环保人士看起来都存在巨大的漏洞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环境与法律角度的质疑啊。青藏高原呢，素有地球第3极之称，生态系统是极其脆弱的。高海拔地区啊，土层薄啊，植被生长慢，动物习性敏感，任何干扰都可能带来长期不可逆的影响。环保人士指出，烟花爆炸会产生的化学残渣和金属颗粒落在脆弱的高山草地上，这个高山的草甸上面啊，那么这是难以分解的啊，而且可能会污染水源。即使飙升可生物降解，低温低氧的这种超高原环境也会极大的降低降解的效率，残渣可能在土壤中停留数年之久。那么这个野生动物方面呢，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那么这个奚志农他指出，喜马拉雅高原常见的这些鼠、兔等动物是以草为食的，根本不会吃岩砖啊。那么爆炸不仅无法引导它们逃离，反而会直接破坏它们的洞穴，造成这个栖息地的永久的损坏。好，那么法律层面也存在这个争议啊。这中国有一个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规定，参与青藏高原旅游和山地户外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必须遵循生态旅游规范，不得破坏自然景观和草原植被。那么中国的这个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30条也明确禁止在山地、草原等重点防火区域燃放烟花爆竹。不少网友质疑该活动是如何通过审批的，是否存在监管的漏洞。我觉得这个问得很好啊，因为蔡国强他与中国的官方显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之前如果不是引爆这个舆情，可能很多的审批在大家不知不觉当中就这个过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活动视频上传之后呢，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批评那么新华社就评论指出所谓致敬自然不应以烟火证明。那么颜色这个彩色烟雾的这个轰鸣背后是商业逻辑与生态伦理的碰撞。人民日报则呼吁彻查审批过程与环境影响，强调艺术与环保并不对立，但需要适当的尺度。不少网友呢甚至将其称作炸龙脉认为它破坏了象征中华文化的这个山脊。各平台的调查话题登上了热搜，舆论压力巨大。那么在持续的舆论压力下呢，日喀则市政府成立了调查组，表示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处理。那么 SEMP 的这个报道指出这个应该是南方晨报那么调查队伍已经赶赴现场，后续呢将根据调查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一官方介入表明事件不再只是社交媒体的讨论，而成为需要行政部门处理的社会事件。那我们来看这个蔡国强与始祖鸟的道歉与回应那么9月21号呢，蔡国强工作室与始祖鸟先后发布了致歉声明。蔡国强在声明中承认考量不足，表示愿意接受批评，并承诺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全面评估此次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若有实际损害，将积极修复，并以具体行动支持江孜县的生态与文化旅游。声明强调，他和团队对自然始终怀有敬畏未来将更加审慎地评估艺术活动的环境影响。那始祖鸟的声明则承认项目背离了品牌倡导的价值观，并表示他们将与艺术家团队在政府的监督下，邀请第三方环保机构对此进行严格透明的评估。品牌在 Instagram 上表示，此次活动违背了我们对户外空间的承诺。
违背了我们对自己以及对社区希望拥有的价值，对事件深表歉意。同时呢，始祖鸟强调其公开道歉并不足够公司将根据其评估结果和社会意见而采取补救措施。那么在外媒报道中呢，Arc'teryx 还提到始祖鸟还提到其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持续的努力，比如推出这个无 PFAS 的防水技术，以此证明品牌长期重视环保。然后呢，此次烟花事件让网友质疑其环保承诺的这个真诚度。我们再来看专家与媒体的批评那么业内人士和环保组织呢，对主办方的环保烟花说法并不买账。野生中国基金会创始人奚志农指出，所谓可降解材料在高海拔的这个低温低氧的环境下降解效率极低，残留物可能在土壤中滞留数年甚至更久那么他还强调牧草形成需要上百年，爆破震动会破坏土壤结构，人工恢复几乎不可能。因此呢，他认为所谓的全链条生态保护计划根本就站不住脚。那么这个 PHAYUL 这个网站呢，它撰文称，烟花在山脊上形成的彩龙虽然壮观，但是对高原环境造成的潜在危害不能忽视。文章指出高原生态环境脆弱，烟花残留物、化学物质与噪音可能污染牧场，破坏水源，并惊扰野生动物。那所谓的这个生物降解材料，在高海拔的这个环境下难以有效的降解，生态恢复十分的困难。那文章还质疑将这个雪域高原作为商业艺术的舞台是否合适？这反映了商业与生态伦理的矛盾那么媒体评论就普遍指出呢，如果以致敬自然为名破坏自然，这种艺术创作本来就偏离了初衷。而在营销层面呢，许多网友就开始抵制始祖鸟称穿始祖鸟等于支持破坏，这可能对品牌的声誉与销售造成负面影响。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与品牌形象和市场的冲突。始祖鸟呢，长期定位于环保先锋和中产硬通货。那这个服装价格动辄数千元那母公司安踏体育2025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营业收入增长显著然后呢，品牌的增长也面临着竞争的压力。此次烟花事件呢，导致大量的消费者表示要退货抵制甚至有人讽刺穿始祖鸟等于支持炸山就是支持炸这个青藏高原。那么可见呢，这个事件对品牌形象呢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那么市场观察人士指出呢，品牌营销活动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那么这个在向上至美这个系列的前2季活动当中呢，始祖鸟通过登山故事和公益活动塑造了积极的形象，但升龙事件将其推向了舆论的风口，也暴露了品牌在海外传播与中国舆论之间的落差。那部分评论呢还发现，始祖鸟在不同语言版本的道歉中表达不一致又引起了对其这个真诚度的进一步的质疑。那事件发生之后呢，日喀则市政府和江孜县迅速地派出了调查组，强调将依法依规处理。与此同时呢，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连续发表评论，呼吁社会对烟火表达敬畏自然的方式进行反思并强调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是所有人的责任。舆论认为呢，艺术创作与商业推广并非原罪，但是呢，必须在法律允许和生态承载力范围内来进行。那这起事件呢，也引发了关于这个审批流程的讨论那么很多网友就追问既然法律禁止在山地草原燃放烟花，为何活动还能进行呢？相关部门是否进行了科学评估呢？如何在推广文旅与保护生态之间找到平衡，成为舆论的这个关注点。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自然与艺术的这个界限。回顾整个事件呢，我们看到了一出由艺术、商业、法律、生态和舆论交织的现实的剧本。蔡国强呢，是一位擅长用火药书写诗意的艺术家，他的许多爆破作品试图探索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但在青藏高原这个独特生态系统中，任何行为的这个操作呢，都不能忽视环境的脆弱性高山草甸需要上百年才能恢复，而野生动物呢，对噪音极其敏感。
法律明确禁止在山地草原燃放烟火啊，这次应该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啊。那么始祖鸟作为倡导环保的户外品牌，在市场营销中选择与艺术家合作，原本无可厚非。然而，这场烟花秀却忽视了当地的生态现实，也忽略了法律的红线，导致品牌形象崩塌。最终呢，品牌与艺术家双双道歉，并承诺补救，政府展开调查，并呼吁舆论反思。本案提醒我们，致敬自然不应停留在宣传口号或视觉震撼上，而应该体现在对环境法规的尊重和对自然生态的敬畏上。这场升龙烟花秀最终留下的不只是绚烂的烟雾，更是一堂关于艺术边界与生态伦理的公开课。只有在严格保护自然的前提下，艺术和商业才能真正的与山川共鸣，留下的才是美好的回忆，而不是伤痕。好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